大家好啊！最近在这个黑客领域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那就是中国的这个防火长城啊，那个源代码被曝光了啊，以及它里面的这个内部的工作日志，还有这个通讯记录啊，这些数据都被一并打包了。更恐怖的是什么？这个600多 G 的文件呢，所有人都可以下载，也就是说它被黑客公布出来了，任意人都可以点开那个链接去查看这个文件，非常离谱啊！很多媒体呢都在报道这一件事情啊，经常关注黑客圈的小伙伴应该早都收到消息了是吧？上一周呢就被爆出来了，并不是现在啊，上周就被爆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啊，以及为什么泄露，泄露的文件又在哪里是吧？根据那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呢，是有一个黑客网站提供了这么一个泄露数据的一个途径啊。我们点开这个链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英文的，我们可以翻译一下。我们先不管它里面说什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的介绍啊。它这个网站呢，它不是一个政府网站，也不是一个权威机构啊，它是一个黑客网站啊，它是用于记录一个黑客历史的网站啊。它主要是提倡一个数字自由啊、网络自由这么一些东西的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黑客网站吧，好吧？他说一个来自匿名的消息是吧？泄露了某某公司的内部文档或者源代码，是不是？他说这个公司呢，向一些缅甸啊这样的一些独裁国家出售这个互联网的监控设备啊，就是那种网安系统嘛。那这一家公司是哪家公司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家是什么公司啊？哦，是海南的一家公司啊，这里是吧？他这一家公司呢，这里也说了是吧？这家公司呢，之前是给那些落后的国家吧，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好盟友吧，是吧？出售这些互联网监控设备啊。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被人家爆出来了啊！就是他直接就把这一套系统的所有代码直接打包公布出来了，非常离谱啊！那这里还提供了2个下载链接，我们点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啊？下载下来了。它这个结尾的是不是一个种子文件啊？我们可以用那个 BT 工具，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了？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下载了啊！它还提供了另外一种下载方式，我们点开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它来到了一个类似在线文件管理的东西啊。我们主要关注第一个文件夹，我们点开看一下。第一个文件夹呢，它这里啊有一个点 .tar 结尾的文件，看到了吗？它这个文件的数据量有多大？这个是字节啊，这个字节转换成 GB 的话，大概是400多 G 啊。我们去转换一下，看对不对啊？我们先搜索字节在线转换啊，随便打开一个工具啊，我们就把它粘贴到这里啊。是吧？它这里转换成 GB 的话是462 GB 啊，单这个文件呢就有400多 G 啊，应该是把整个系统都打包在这里面了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点来下载看看，我这里点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啊。确实是463 GB 啊，但是这样下载的话得下载到猴年马月啊，你可以用刚刚他提供的那种种子方式是吧？他刚刚这里不是提供了一个种子文件吗？这个是一个 BT 的种子啊，你可以用那些加速工具来下载啊。如果说你直接在这里下载的话，可能就非常的慢了。对这些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啊，它这个网站呢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点一下它的主页看看啊，我们可以翻译一下，是吧？它这里面呢估计还记录有以往的一些黑客历史啊。我们点一下这里看看，是吧？它这里面呢还可以追溯到2005年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开看一下啊，每个时间段呢发生一些黑客事件啊，都是怎么发生的。那既然这个黑客网站把这个文件都泄露出来了，是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解读一下它泄露的这些文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里呢就有一个网站把这些东西都分析出来了啊。这个网站呢，它是 GFW， 专门是研究这个防火墙的啊。它也不是一个官方机构啊，它也是有一个民间组织吧，就是有很多研究人员啊去搞的这么一个网站。我们点开看一下。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分析的啊？他这里面说的这个机智公司呢，不就是这边黑客这个网站说的这一家公司吗？是吧？就是这个单词啊。然后呢，他就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一些分析啊，并且呢，他也提供了一些下载地址，也就是这边的下载地址。其实他这里挂了2个下载地址呢，就是这边的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分析的啊。他这里也警告了是吧？如果说你要下载这些材料的话，建议你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啊，要把它们隔离掉，或者说是什么东西是吧？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后门之类的。
这些东西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啊。这一篇文章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一家公司的产品啊，是吧？它这里呢就披露了这些产品的功能，包括这个天狗安全网关是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功能啊，是吧？怎么封锁你们的 VPN 之类的啊？怎么限流啊？怎么监控啊？怎么追踪啊？怎么锁定到个体啊？非常的恐怖啊！还有呢，就是它后面提及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区域性防火墙啊，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啊。最近呢，中国的防火墙一般都是往这个区域性进行建设啊，就是说它慢慢的把这个权力下发到各个区县去。它不像以前了，以前中国的防火墙是什么？是由中央来掌控是吧？它现在呢就是下发到市级了，或者说是区级啊，或者说是某个地方啊，就是它不是由国家来统一掌控啊，就是那个执法权嘛，你可以理解为它的那个监控权和执法权，你当地的部门就有权限去监管了，懂我意思吗？我们可以点开59页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张截图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它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手机号啊，是吧？还有他访问了什么网站是吧？是什么时间点访问的，在哪里访问的？虽然说它这个可能只是开发模板呢，是一个示例系统，但是呢，通过这个示例系统呢，我们可以知道它肯定是在规划开发这么一个东西，在部署这么一个东西啊。既然它泄露了这么多信息，那这些信息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区域性防火墙的问题啊。通过它这里面泄露出来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家公司呢，它参与了中国很多个地方的那个防火墙的建设啊。也就是说，它这个防火墙和国家级别的那个防火墙不一样啊。这里指的防火墙呢，它是省级的，也就是说下发到地方的。它这个审查规则呢，根据你这个地方的那些人来定制的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你在网上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我翻墙看黄边被抓了是吧？但是呢，另外一个人就说，我天天翻墙怎么没进来抓我呢？你根本就是在抹黑中国是不是？然后呢 A 又说，我翻墙啊被请去核查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反驳你说，你肯定是干了什么事情，不然怎么会抓你呢？我翻墙这么多年都没事啊。你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吵架啊。这种现象呢，就是这个区域性防火墙在发力啊，就是说将中央的这个网安系统啊，也就是国家级别的这个监控权限嘛，它分配到了各个区县的政府，明白吗？就是说由当地的那个区县的政府来决定，来监控你这个翻墙行为是否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不同地方它可能采取的这个监控措施它不一样，它有的那些老头啊，看到你翻墙了，他就认定你是违法，懂我意思吗？因为每个地方的官员他那个思维高度都是不一样的。你看以前吧，以前都是由这个中央的这个网安系统是吧，它筛选出来啊已经违法的人员，它是由中央筛选出来，以前是这样的啊，然后它就下发这个名单，下发到你们这个各个区县是吧？你各个区县呢接到上面的指令，那你是不是就去传唤抓人呢？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各个区县呢有自己的一个网安系统，明白吗？也就是说，他抓不抓你由当地的官员来决定了，它不是由中央来决定了。不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就是近几年嘛，是吧？你在一线城市呢，很发达的地区，你翻墙根本就不会有人抓你啊，反而呢是越来越落后的地方，天天在抓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呢就是将这个系统的权限部署到下发到各个地方的官员导致的后果啊。因为你想啊，有一些地方很落后是吧？就那些山旮旯的那些村是不是？他那些地方的官员有一些思想的高度啊，非常的低的，非常离谱的。它属于一种很离谱的状态，可以说是他连 VPN 都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但是他拿到了这个网络监控的权限，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因为系统上面显示了你访问了某某违法网站是吧？就像刚刚他这里面的这个示例系统，我们看一下，他这一张截图里面呢就显示了啊，你是不是访问了一个涉诈网站或者说是一个违法网站？那些官员呢看到这个系统里面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号，就是你这个人啊，人家就去抓你啊。你看它上面连手机号都规划在上面了啊。虽然它这个截图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用来做反诈的是吧，保护你的，其实它这里面的系统呢有一个很强大的监控功能啊，它不止这一个系统啊，还有其他系统的啊，所以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流量来定位到你的真实身份嘛，因为它这个截图中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它有手机号啊，然后它就根据这个手机号它都能定位到你是啊访问了某个网站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尽量能用 WiFi 就用 WiFi 啊，千万不用 SIM 卡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 SIM 卡是不是都是实名制的呀？那你实名制，那你是不是还要经过那3大运营商啊？那3大运营商的流量是不是还要经过防火墙啊？那一下子就把你读出来了呀，一下就能把你监控到了，你加密都没用啊。
你加密有什么用呢？因为现在还有 AI 啊，你别忘了啊，你会用 AI， 难道他们就不会吗？是不是？那签用一个 AI 来解析你这流量，那 AI 说违法你就是违法，所以呢，它这个系统呢往后肯定是向着那个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去发展的啊，就是由 AI 来断定你这个流量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如果说 AI 来推定你这个流量就是属于违法的流量，访问违法的内容的流量，那它就有权利去抓你啊。这就是本次泄露事件泄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新闻媒体都是怎么解读这个泄露事件的啊。